第8项，阳台洗衣柜案例演示2。像这个现场这就比较复杂，一半是墙，另外一半是我们的窗户，还没有分阳台，而且墙体的话柱子会比较多。那这地方我们一般会跟客户确认一下是否是有窗帘位，然后的话确认有无晾衣架，然后还有一个检修口，这些是我们阳台柜主要的一些必要的点。然后我们的洗衣机柜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这个也是在我们设计过程中可能会去思考的。那无论在哪一边，其实方案都是可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洗衣机柜的右边的话，无非可能因为要放在这个右边柱子前面，墙体右边深度是有起到一个决定性作用的如果太小的话，洗衣机柜可能会太突出墙体，导致不美观，从而右边可能会放弃可能直接放左边。好，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么4类方案。第一种，如果客户用的是洗烘一体机的话，就单个机器我们可以将洗衣机柜放在左侧，然后我们台门柜放在右侧，这样的话满足了一个阳台采光的一个作用。采光不受影响，我们的这个台门柜后面有很多的柱，可以做切角进行避让，而且深度可以做到背后这边墙，然后呢正面齐平我们的门框就可以了。多半我们的柜体是不会超过我们的门框，整个墙体多深，柜体就做多少深。然后我们的洗衣机柜就抵着我们的窗台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洗衣机柜内放洗衣机的，如果是我们洗衣机柜是落在窗台上也可行，但是没有必要，因为洗衣机本身还是会避开窗台来放置，所以洗衣机柜直接卡在窗台，右边剩多少就做台门柜就可以。然后洗衣机柜本身是不需要做切角的，因为做切角也没有任何意义，它可以靠着我们墙体左边这个薄薄的这个柱子来做。然后吊柜做浅柜，这样的话有效的避开了检修口，方便后期检修。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它因为它的窗户是 L 型的，而且阳台一般会朝南嘛，放我们的洗衣机柜那这个时候我们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就会从我们的柜体后方往里面照了，那我们的洗衣机放在窗口位置，洗衣机背后就会受到太阳的直射，容易引起电器的损坏，所以这时候我们做这个方案要将我们的洗衣机柜背板改成18毫米就可以了，通过外形编辑将这个变压条上下延伸一下，就能做出一块18毫米落地背板，起到一个遮阳的效果。如果把洗衣机位置放右边也是可行的这样的话从这个方案里面看，整体采光也是不受任何的影响。然后我们的洗衣机柜放在右边这个最深的柱子前面洗衣机柜没有必要去避柱，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洗衣机也是放在这个柱子前面，所以洗衣机柜避柱没有必要，只要放在柱子前就可以了。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多半洗衣机柜会突出我们的墙体，只要客户能够接受，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侧边洗衣机的柜体侧边可以做见光板，这样的话效果整体会比较美观。然后我们的水槽柜可以稍微做大一点，可以占用一部分窗台的位置，留出比较少一点的窗帘位就可以了。比如说上面会装一层纱，那我们留出一个100距离做窗帘位，其余的空间我们可以做水槽，占用一部分窗台只要我们这个窗台高度小于我们的厨房铝塑地脚高度150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来做然后我们的水槽柜后期如果要再做深一点也可以右边做切角避开柱子，左边做深一点到窗户那个位置背后留一个窗帘位100就可以然后我们的吊柜也是做这种浅柜，避开我们检修口，上下分体的好处就是吊柜可以做浅一点，也不影响使用，然后检修口也能正常进行检修，美观上面也不会受影响。当然这样做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如果把我们的水电位下水口都放在洗衣机柜背后容易造成的问题是后期万一我们的地漏3通有松动，那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看到后面是什么情况的，导致漏水在地面上面就会很麻烦。而且我们的洗衣机下面有吸盘的如果洗衣机本身比较重，吸在地面上时间久了是很难再把它移出来的。好，同样的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从洗烘一体的换成这种堆叠洗烘套装堆叠式的也是没有问题的，无非就是我们的这个洗衣机柜还是放在我们右边最深的柱子前面洗衣机柜突出我们的墙体的。然后我们的水槽柜也是借用了一部分地台，水槽柜呢唯一的差异就可以做浅一点也可以跟我们洗衣机柜一样深浅，这边就会比较灵活一点因为也不会影响美观，不像纯粹一平的地柜有深度差会不好看，有一个高柜旁边是个矮柜的话，矮柜深度是可以变化的，不影响美观。那我们的顶柜就跟我们的洗衣机柜一样深可能会大部分会挡住检修口，后期顶板活络也可以进行检修。好，那宽度如果足够情况下，因为水槽柜借用了一部分地台了，做我们的这个柜体宽度足够，那我们可以为了美观，在洗衣机柜跟顶柜侧面加一个见光板，高度就从顶柜上沿到我们的水槽柜下沿就可以了。好，那另外还有一种这种方式这种可能会大部分会做这种类型的结构。那这个柜体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挡光了因为我们的洗衣机柜放在左边，整体的阳台光线可能会被挡一部分，但是洗衣机柜背后就是没有任何的水位电位后期用我们的水槽柜后面水位电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洗衣机柜卡着我们的窗台做，我们洗衣机柜正常靠着背后墙做600升或者是再深一点也没多少问题。
然后水槽柜后面就是我们的管道下水，后期有什么问题方便我们的检修啊。然后只是我们的水槽地柜会突出墙体，突出墙体的话，一种是右侧加接光板，这样的话尺寸卡的会比较死啊，也可以右侧加我们的这个地柜收口，地柜收口也有这种右侧见光的叫地柜收口的盒，地柜收口盒也可以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然后另外这样做的话，因为我们的洗衣机柜是卡着窗台来做的，那可能整体宽度来说会比较紧一点啊。那水槽柜的宽度再小的话，可能就不是很好看啊。然后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台盆。那这时候我们如果想在洗衣机柜高柜跟顶柜旁边加一个接光板的话，可以将这个接光板做到我们的台面挡水上方就可以了。啊，另外我们这个顶柜可以做深浅柜，这样的话能够露出我们检修口，方便后期的一个检修，只挡了小部分的检修口，后期实在不行可以将顶红板拆除，然后进行检修，也是能够将这个方案做的比较完美的。好，那当然这个方案里面它后面是有窗户的啊，到了下午也会受到太阳的直射，所以这个柜体背板可以做18。啊，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同样一个空间我们的洗衣机柜不同的位置，它起到的效果体现的样式是不同的。后期可以根据客户所需要的一个洗衣机柜的样子，以及客户所需的这个外观的样式，然后可以给它设计多稿，或者是引导客户做你觉得会比较好的一个布置的洗衣机柜方式就可以了。